刚上大学的妹妹怀了小混混的孩子，我带她去医院做手术，她却在手术前逃了出来，扑进男友怀里说我要杀了他们的孩子。她说她有办法解决，然后一刀结果了。我再醒来，我回到了妹妹刚查出怀孕的时候，她抚着肚子同我争吵，是她是不小心害死过人，可那都过去了，她已经改了，她只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犯了点小错误，难道一个人犯了点错就永远不值得被原谅吗？我竖起大拇指，不愧是我妹妹，觉悟就是高。我死在了我妹妹的混混男友周明哲手里。其实原本我是可以不用死的，在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时，我就凭着自己对地形的了解把人甩开了。是许月，是他亲自把周明哲带到我租住的房子里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。姐，我把阿哲带来了，我觉得你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。然后在他挥刀刺向我的时候，一个劲的尖叫，我被周明哲揪着头发摔在地上，脸上全是血。我向他求救，月月快报警了。他还是一个劲的叫，一个劲的哭。我以为他被吓坏了，还忍着痛催他逃跑。周明哲转头冲他笑，乖乖别叫了，你再叫要把旁边的人都引过来了，别怕呀，乖乖。是他要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才这样对他的，我永远不会这样对你，我爱你呀。许月一下子止住了尖叫，连喘气声都小了。可是阿哲，她是我姐呀，我姐对我那样好，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虽然她有错，可你也不能这样，你快停下，来不及了。早在许月开口劝阻的时候，周明哲就一刀划破了我的颈动脉。意识消散前，我看到的最后一幕，是我最亲爱的妹妹跪倒在地上，而周明哲温柔地拥她入怀。别哭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姐姐没了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我呀，还有我们的宝宝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最亲的人，我一定会加倍对你好。他一次次推开，他一次次哄，最后他倒在他怀里，崩溃痛哭。多么荒谬，多么好笑，我又有什么错呢？许月是我的妹妹，她是早产，身体也不好。自她出生后，爸妈的注意力就全放在了她身上。她出生前，我是家里的小霸王。她出生后，爸妈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念念，你是姐姐，要让着妹妹，凡事以妹妹为先，知道吗？可我从来没有怨过她，相反，我很爱她，我也习惯了，有什么好东西都让她先挑。后来爸妈车祸去世，肇事者逃逸，爷爷奶奶和舅舅分走了家里大部分财产，却不愿意抚养我们两个女孩子。其他的亲戚们也都视我们为烫手山芋。爸妈下葬的那天，许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姑姑拍了拍她的头，别哭了，月月，你还有姐姐，姐姐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对吧？捏，她说的理所当然，完全忘了，我也只比许月大3岁，我也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啊。之后我就承担起了照顾许月的大任。许月身子弱，人也娇气，吃不了苦，也从来没有吃过苦。我心疼她，总是尽我所能，给她我能给的最好的东西。我高中时做了3份兼职，一边打工一边供自己和许月上学。我自己营养不良，常常穿着又脏又旧的衣服，却把她养得白白净净。高中毕业后，我更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读书，选择进城打工，为的就是能让许月没有经济负担，能舒舒服服地读完大学，让她不像我一样辛苦。可许月却常常怪我不能像爸妈一样，经常给她买漂亮又昂贵的裙子，怪我常常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，走在她身边给她丢人，怪我总是管着她。可我也是为了她好啊，我到底有哪一点做错了，又有哪一点对不起她？在满腔的愤恨与不甘中，我慢慢闭上眼，可没成想，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半个月之前。许月刚刚查出怀孕的时候，她一边抚着肚子，
一边跟我吵姐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是阿哲以前是不小心害死过人，可那都过去了，他已经改了。他只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犯了点小错误。难道一个人犯了点错，就永远不值得被原谅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有了他的孩子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！你要我打掉他，这跟杀人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半晌终于轻轻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照顾你这么多年，明明知道你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妄想你会改，掏心掏肺的对你。你想生就生吧，姐姐支持你。见我这样，他反而愣了。你刚才不是还不同意吗？说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子，不仅没钱，还杀过人。我自己也刚上大学，要是我把他生下来，不仅养不起他，还会毁了我的人生。那我刚才不是想差了吗？你不也说了吗？要给勇于犯错的人一个机会。我对他竖起大拇指，不愧是我妹妹，觉悟就是高。再说了，你们是真心相爱的呀，我是你亲姐姐，又不是什么棒打鸳鸯的恶人，当然得尊重你的决定了。学校那边也好办，你可以先休学，等生了孩子再回去继续上学。虽然有了孩子以后，再回去上学会比较难，可你不是说钟明哲爱你吗？再不济还有他妈妈。我替学分析了一通，他犹犹豫豫考虑了2天，还是决定嫁给爱情，把孩子生下来。这一事没了我的阻拦，他很快和钟明哲结婚了。说是结婚，其实没有领证，也没有办酒，只是2家人坐着简简单单吃了个饭。吃饭的时候，许悦还很高兴，他拉着钟明哲的手步入，炫耀的对我说：“姐，你就放心吧，阿哲对我可好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是没什么钱，可阿哲说了，他以后会对我好的。等有钱了，我要什么他给我买什么。要我说啊，姐你也赶紧找一个吧，身边还要是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才行啊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只是结婚以后的日子，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周明哲的妈妈李爱香是我们镇上出了名寡妇，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周明哲拉扯大，性格泼辣又无赖。之前她带着周明哲过来提亲的时候，就打起了我父母遗产的主意。月月她姐姐，本来呢明哲要娶月月，我们家多少也得给点彩礼，可是我们家这条件你也知道，还好月月不嫌弃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爸妈以前也挺有钱的，这财产呢，怎么说也应该你们这些家属一起分吧。我也是心疼月月呀，她怀着孩子，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能不能先拿些出来算我们借的行吗？这算盘珠子都崩我一脸了。偏偏许月无知无觉，甚至抬头一脸警惕的看着我，我心又是一凉，可想了想，还是拿了张存折出来，给他算起了账。其实这账早就应该算了的。我记得几年前，许月看上了橱窗里一件名牌的连衣裙，要我给她买，我没给。那天晚上，许月冲我发了好大的火，她拿枕头砸我，说我对她一点都不好，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却连给我买条裙子都舍不得。我那时候心疼她，以为她是年纪小不懂事，也怕她有思想负担，没有告诉她家里的真实情况，只说她说爸妈留下来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供我们俩吃穿，供她读完大学还是够了的。却没成想，她居然会以为是我把这家里的钱不愿意拿出来给她花。她也不想想，如果我真的有钱，为什么要一天打好几份工？难道是因为我热爱工作，喜欢吃苦吗？我把爸妈这些年剩下的钱全给了她，一共1万块。许愿拿到存折的赎金了。才这么点啊？我点点头。是啊，如果这些年不是我一直勤工俭学，这里的钱只会更少。这些钱我本来也不想给他，只是我要是不给他，还会有更多的麻烦，我不想和他耗了。他十分自然的把存折揣进口袋里，我笑了笑，
没说话。然后在许月搬走的当天，火速收拾好东西，搬去了林氏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为了他而活，现在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活了。我用我从前从工资里省下来的，准备给许月的嫁妆钱，租了个小单间，换了电话卡，和许月彻底断了联系。可我还是常常能听到她的消息。朋友告诉我，许月过得很不好，听说一开始都还挺好，她老公很宝贝，她婆婆也对她不错，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。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要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有时候菜做的咸了淡了，她婆婆便拉着张脸开始骂，那骂声啊，隔着老远都能听见。还有她那老公，说是要找工作，可找了1-2个月了，也没见找个啥正经工作，还常常问你妹妹要钱。我好几次听见他们吵架，那男的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，那是我妈呀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他说什么？你不会好好听的吗？末了他又问我念念，你不心疼吗？我默了默，以后他的消息不要再告诉我了，也别把我的电话和行踪告诉他。经过上一辈子的事情，我总算明白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，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。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我以复读生的身份转进了一个3流高中，倒不是我不想去别的好一点的学校，而是以我的成绩，我的身份，我只能来这里了。在复读的目的考试里，我考了214分，连专科都上不了的成绩，理所当然的我被分到了最差的班里。开学第1天，便有男生看着我夸张的大笑卧槽，大姐你几年的呀？这么大年纪了还过来上学呢？周围是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，我没理他，拉开凳子就开始学习。那人笑声更大，还踢了下我的凳子，于是我一脚踹了过去。世界终于安静了。很快到了11月，11月的时候，许月早产了，是个女孩，她生得很艰难，嚎了1天1夜。她想打无痛，李爱香就叉着腰站在走廊中间大骂，打什么无痛，几百块钱不是钱吗？有的人啊，一天天的不干活，也不挣钱，花起钱来倒是舍得，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？还打无痛，想我们那个年代，生个孩子都不用去医院的。当然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了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她坐她的月子，我做我的试卷，就当我以为我们会渐行渐远，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，某天我推开门回家，忽然发现出租屋的锁坏了，门是虚掩着的。狭小的房间里，许月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我前些天买的水果，而她的孩子就被她随意的放在我床上，正蹬着腿哇哇大哭。看到我，她像是看到了救星，姐你快过来看看宝宝，他又尿了。不用她说，我也看到了，因为她并没有给孩子穿尿不湿，所以孩子直接尿在了我床上，那黄色的一滩，还有旁边的一块刚换下来的沾着褐色污渍的尿不湿。我想没看到都难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你怎么在这？他带着埋怨道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不声不响就搬走了？要不是舅妈的朋友看到你在这边，我怕是连你的人都找不到。你还是不是我姐呀？我坐月子你也不知道来照顾我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不在，因为我没有娘家人撑腰，李爱香那个老妖婆是怎么对我的？她越说越起劲，我直指坏了个门，她一脸得意阿哲，帮我撬开的，怎么样厉害吧？我真是无语他妈，给吴语开门。吴语到家了，我冷下脸来，我没办法照顾你，你赶紧回去。他理所当然，可你是我姐呀，你照顾我和孩子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也懒得和他多说，把值钱的东西一收，拎起书包就回了学校。这天晚上，我住在了学校宿舍，我以为我不理他，他自然就会离开，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无耻程度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从宿舍出来，明显感觉周围人看我的目光都变了。我刚走到教室，
班主任就把我叫了过去。我的班主任是个40多岁的光头男人，分班的时候别人都不肯要我，嫌我基础差，只有他看着我214分的试卷，还夸我有志气。没关系，成绩差算什么呀？我们班里成绩差还少吗？别人还没他肯学呢。我看他就不错，小姑娘家家的，这时候还有勇气辞职来复读，一看就感觉很吃苦。这人啊，想改变自己，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而现在他缠着眉，神情复杂，还有些欲言又止。许念啊，老师知道你是有志气的，可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。你想改变自己的人生是好事，可你也不该毁了别人的人生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中午你妹妹抱着你的孩子来办公室里哭，说你不负责任，未婚先孕，孩子爹都不知道是谁呢，你就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，生了就不管了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我几乎是飞也似的跑回家。许月就站在门口等着，对着我笑解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我和许月大吵了一架，我指责他不应该满嘴谎话，颠倒黑白，他却翻出了我留在家里的试卷，丢在我脸上。我还不是为你好吗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成绩，入学考试才214分，你这样的成绩，就算上学也只是浪费时间。而且当初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说你不喜欢读书，想早点出去打工赚钱。现在你回来读书，谁来照顾和宝宝啊？我看着他扭曲的理所应当的脸，忽然明白过来，我以为我不去管他，就能远离他，远离风暴的中心。可我错了，他会一次又一次向我求助，一次又一次把我拖入深渊，除非我主动出击。我几乎是颤抖着一巴掌呼在他脸上，他满脸不可置信，你居然打我！我没理他，我把他和他的东西都扔了出去，他的衣服、鞋子、奶瓶，还有那些换下来的一直没扔的尿不湿，通通砸在了他脸上。他还想推门进来，我拎起刀，一刀砍在了门把手上。许月，我不欠你的，你再推一下门试一试，下次砍在哪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他这才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可事情还没完，他离开后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回了镇上。他不是喜欢造谣吗？可造谣这样上下嘴皮子一碰的事情，可不只是他一个人会的。我走到周家时，许月还没回家，家里只有李爱香一个人。我满脸焦急的冲进他家，脸上都是泪。月月回来了吗？今天下午我帮他带孩子，不过是说了他2句，他就带着孩子跑了，手机也摔碎了。李爱香一向很会抓重点，他不仅不急，反而翘着腿嗑着瓜子骂了几句，又问我你说他什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装作一副十分为难，支支吾吾不肯多说的样子。许月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，见了我他下意识要扑过来打我，我连忙往李爱香身后一躲，他的巴掌就落到了李爱香身上，我躲在李爱香背后，不住惊呼月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在我面前说想打死你婆婆就算了，你怎么能？李爱香一下子就火了，挽起袖子就打了回去。好啊，你这小贱蹄子！李爱香和我可不一样，40多岁做惯了农活的妇人，一巴掌下去，许月就摔在了地上，脸也肿了。李爱香也缓过劲来了，她抓住我刚才的话，冷哼一声。她还说什么了？说我依旧支支吾吾，月月就是希望您能多关心关心她。她这回生的虽然是女孩，但怎么说也是你们周家的崽呀。李爱香更炸了。好啊，我对她不够好吗？我1天3顿饭的伺候着她呀，难不成我还得每天给她上3炷香？可我们以前哪家的媳妇，不是刚生孩子就下地了？就她金贵，还生个女娃娃。我忙替许月道歉，顺便又点了把火。临走前，我又把许月拉到一边，尽职尽责的扮演一个好姐姐的角色。她甩开我的手，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。不用你家好心，我只是好脾气的笑笑，装模作样压低了声音。
月月姐姐也是为你好，你以后还是别来找我了。我知道你想我，可你也该避避嫌。你高中表白过的那个学长，现在就在我复读的学校教务里。你今天又特意跑学校去了，我知道你没别的意思，可是你老公、你婆婆都对你那么好，你应该珍惜啊。许月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，下一秒李爱香已经冲了出来，皮笑肉不笑的冲我道别。等我走出巷子，过了好久，依旧能听见她的叫骂声和许月的呼痛声。她也曾试图解释，但根本没人相信。谁不知道我不对雪月好呢？而雪月骄纵，爱撒谎又爱闹小脾气。若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在说谎，那一定是他。踏着月光，我露出了今天晚上第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。我不治他，自有别人来治他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常，除了越来越多的流言蜚语，本来就有不少人嘲笑我，笑我来这所三流高中复读，笑我本来就是个吊车尾，还望在这所三流高中里好好学习，当一个好学生。你瞧，当你处在一个极其糟糕的环境里，与泥沙瓦砾为伍时，竟连向上也成了错的。现在经了许月这么一闹后，他们的嘲笑里又多了些桃色的影子，可我从来都不理会这些。我的生活里只剩了高考2个字，只剩了努力。只是我到底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些聪明人学1遍就能懂的知识，我需要学好几遍；那些人读1遍就会背的课文，我需要背10几遍。但是没关系，1遍不行就2遍，2遍不行就10遍20遍，再不行我还可以问老师。即便不少老师看我的目光都带了异样，可他们总不会拒绝一个勤学好问的学生。我就这样，一遇到不会的问题，就追在老师屁股后面问，追着追着，那些异样的目光也消失了，换成了肯定与叹息。一模的时候，我考了512分，从入学时的年级倒数变成了班级第1，年级前10，差10分就到去年的一本分数线了。这样的成绩，在这所三流高中已经算是很不错了，可我知道还远远不够，我必须更加努力。英模试卷改完的那一天，班主任拿着我的卷子，一连说了几个好字，末了又看着我微红着眼眶，长长叹息了声。他说，许念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老师都明白的，你也别想太多，只管大胆的去走你的路，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，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。我重重点了点头。日子就在每天清晨的读书声和每天夜晚的孤灯里一晃而过。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太久，我又一次遇见了许月，在校门口人来人往。这次他一改往常的盛气凌人，理所当然哭得楚楚可怜。姐，我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我做错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啊？他告诉我，他孩子因为发烧送医不及时，得了脑膜炎重症，急需3万块钱救命钱。我想把佳佳送去医院的，可是李爱香不让他说，他说小孩子发烧是常有的事，不用送医院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可是佳佳吃了药还是没好，他让我再等等看。我就等啊等，等我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孩子已经开始抽搐了。你是孩子的姨妈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摸着脸问他，我哪有钱啊？我的钱不都给你了吗？爸爸之前留下的钱也都给你了。他只是一个劲的哭，一个劲的重复，你都有钱读书，怎么会没钱给孩子治病呢？我知道我之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可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周围人指指点点，许月见状，做事要给我跪下。我本来想绕开的，见状也不绕了，甚至微笑着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要跪吗？跪呀，他噎住了。我问，你是没钱了吗？他点点头。于是我继续微笑着，超大声的开口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都有钱活着，怎么会没钱给孩子看病呢？瞧你这满嘴的酸臭味，还有牙缝里的牛肉，
今天中午吃的酸菜牛肉面吧，真好啊，比学校食堂的白馒头配免费汤好吃多了。什么你要去卖鞋？那你去吧，卖完了记得把我之前供你读书的钱还我，我读书还要用呢。可我到底还是好姐姐。在许月为追堵截我的第3天，我给他指了条明路。我告诉他，咱妈以前曾经有个金镯子，还有对金耳环，在爸妈去世后便被舅舅趁乱顺了过去。只要他能把这2样东西拿回来，我愿意给他出这3万块救命钱。这事是真的，那时候我还去舅舅家讨要过，却被他倒打一耙，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。现在可好了，自我告诉许月后，他的亲戚老公周明哲便天天带着一群兄弟去他们家喝茶，几天下来还真把东西给要回来了。我把那2样东西这儿又真的收进了书包，又给了许月2万块钱。许月拿了钱还不忘瞪我一眼，小声愤愤，我就知道你果然有钱，剩下那1万呢？我无辜摊手，我是真没了，我这钱也是借的，至于这剩下的1万嘛，我拿不出来，但可以给你老公介绍个工作，有了工作自然就有钱了，你说是吧？我给周明哲介绍了个酒吧保安的工作，1个月8000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工资了。其实我并没有人脉能给他介绍这样的工作，我能给他介绍这个工作，还是多亏了另一个人，酒吧的女老板程素，也就是10年前被周明哲霸凌推到池塘里溺水而亡的那个男孩的母亲。周明哲上班后的第1天，便以孩子生病为理由，问程素预支了1个月的薪水。程素只问了他一句话，你是一个人带孩子吗？离异带娃。也不知周明哲是怎么想的，他居然十分不要脸地点了点头。之后程素便心疼他，大手一挥，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薪水。说起来也是讽刺，时隔10年，周明哲早就忘了自己13岁那年做过的孽，毕竟那件事最终不了了之，连一个道歉也没有。他甚至认不出眼前的女老板就是10年前那个一无所有，只能在他面前哭天抢地，喊着要让他赔命的女疯子。可受害者家人心里的痛，却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平。在之后，程素便常常单独约钟明哲一起喝酒，询问他的感情生活，也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出自己最近新投资的几个项目和股票。钟明哲问起，便笑着摆摆手，露出手腕上百达翡丽、假玉盖弥章，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。傅又挑起他的下巴笑，不过你要是想试试，我也可以带带你。最开始的时候，钟明哲只敢小打小闹投进去一点小钱，可在本钱一而再再而三的翻倍后，他胆子渐渐也大了起来。眼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我去了趟周家，我去见了许月，又把陈素的口红塞进了钟明哲换下来还没来的极洗的西装外套里。许月果然上当，当天晚上他便打电话给我，一是怪我为什么给钟明哲介绍份这样的工作，害得他没有经受住诱惑；二码则是对着我哭。他问我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和他撕破脸了，他还来找我哭，大概是真的六神无主，身边也没有任何可以倾诉的人了吧。我也只问了他一句话，你觉得这件事是你老公的错，还是他那女老板的错？当然是那女老板啊，我们家阿哲怎么可能会有错？要不是他，阿哲也不经不起诱惑呀。肯定是他一把年纪了，又耐不住寂寞，真不要脸。我顺着他的心思，劝他去和女老板闹。我要是去的话，阿哲不会怪我吧？他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去了。这一闹就闹丢了周明哲的工作。回到家后，周明哲一巴掌就扇在了他脸上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打他。他黑着脸，你这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娘们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瞎猜。我和他能有什么事？那还不是为了工作，还不是为了养你。
这下可好了，算起来，从乖乖我养你倒还不是为了养你，也只不过花了1年不到的时间。周明哲花钱一向大手大脚，原本我拿给许悦的那1万块钱，他没2个月就花完了，现在这些投资赚的轻松钱，更是没几天就用光了。钱没了，可大手大脚的习惯却改不了。为此他又舔着脸重新去找程素，希望他能接着带着他投资赚钱。程素一脸为难，他说明哲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可我不知道你是有家室的人，早知道你是有家室的人，我根本不可能带你。现在马看在我们这几个月的情分上，我倒是可以再带你最后一次。既然是最后一次投资了，那当然要投笔大的。陈素给他介绍了个实业项目，说是稳赚不赔，3个月回本，半年翻倍。周明哲信了，不仅信了，还借了高利贷来投资。他借钱之前，许悦曾扭扭捏捏的问过我姐，你说借高利贷投资靠不靠谱啊？我答，如果投资利率高，能把钱还上的话，其实也没什么。那要是还不上呢？这个嘛，你不知道吗？高利贷是违法的，之前就有那种借了高利贷以后，咬死了不还，最后放高利贷的人也没办法，最后不了了之的例子。真的，他的语气明显轻快了起来。当然是真的呀，如果你能顶过那些人的催债手段的话，这之后的事情我便没有再管了，因为高考就在眼前了，我开始一门心思准备高考，等我从考场出来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钟明哲投资的实业公司卷钱走了，程朽的酒吧也关了门，他早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生活了。而钟明哲和许悦因为还不起高利贷，天天被人催债，听说已经1个多月没出过门了，家门口也被人用油漆泼上了欠债还钱，不还偿命8个大字。之前他天天带着兄弟去别人家喝茶，现在轮到别人天天拎着刀来他家来喝茶了。只是连我也没想到，事情最后竟然会闹到那样的地步。许悦的孩子去世了，是周明哲害的。收高利贷的人上门催债时，说要剁掉周明哲的小手指头，他们一群人把周明哲按在桌子上，手里的刀泛着寒光。周明哲吓得两股颤颤。等人走了之后，许愿扶好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，走到周明哲身边，抱着他哭。钟明哲却像是忽然找到了可以发泄的缺口，他把所有的不满，所有的不如意都怪罪到了许悦身上。面对比他更凶狠、人数众多的彪形大汉时，他唯唯诺诺；面对比他更弱小、更可气的女人时，他又终于找回了他男性的勇气。他的拳头砸在他脸上都是你啊！要不你搅黄了我的工作，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当初要去借高利贷，你怎么也不知道拦着我借，现在满意了吗？自从娶了你，日子就没有一天是顺心的。你瞧，在某些方面，他们是一样的，永远责怪别人，永远逃避失败。孩子又被吓得大哭起来。许悦木着张脸，擦干了眼泪，正要去抱孩子，却被周明哲从身后踹了一脚，他和孩子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许悦没事，但孩子的头磕在了地板上，哭了几声便没气了。我再一次见到许悦，是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，我拿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正要回家，一转身，发现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失魂落魄，双眼红肿，满身憔悴，像是浑身的精气神都被人抽干了。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是他，正要绕开，他却拉住我的袖子，扔了一颗大雷。我和钟明哲离婚了，我报了警，把他送进了监狱。我停下脚步，他露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笑，问我姐，我是不是做错了呀？你当初劝我，我应该听你的话的。我不说话。他又继续到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我刚查出来怀孕后不久，我带着钟明哲来见你，然后他掏出了一把刀，我就站在旁边看着。这个梦好真实啊，
我好害怕，你说这个梦不是真的吧？我怎么会这样呢？钟明哲他不是人，他就是混蛋，畜生王八蛋，他杀我的孩子。他说着说着，忽然蹲下身，脸面痛哭了起来，问我姐，你说我以后的生活还会好吗？我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想伸手把他扶起来，可我到底还是没有动，也没有回答。而下一秒，他已经自己站了起来，神色癫狂地拽住了我的手，大喊，是你吧？都是你害的，我是给他介绍工作的，是你骗我去借高利贷，是你害了我的阿哲，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有好心的路人把他从我身边拉开，小声的问他，是你朋友吗？我摇摇头，他又嘀咕，他好吓人啊，该不会是疯子吧？我没说话，脑海里却想起许悦刚刚问我的话，还有前几天的誓师大会。这次高考我考了617分，比今年的一本分数线高了整整80分。班主任把我推上演讲台，问我是如何用1年的时间从年级倒数考上名校的。我只说了短短几句话，相信的力量，有坚定的信念，对改变命运的执着和孤注一掷的勇气，一念既出，万山无阻，不斥微芒造句。城阳人啊，只要想改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，什么时候都有机会。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录取通知书，最后看了眼许愿，他被人按在地上，神色一会癫狂，一会麻木，可他怎么样，到底也与我无关了。我慢悠悠转过身，迎着阳光大步向前，